今天终于又吃到了家满分店铺，好不容易啊！我算是直接吃顿悟了。就是好的寿司店靠的并不是浮夸的装修，而是要看师傅的技艺高不高超，还有食材的搭配方式。今天不是崴的，今天是纯寿司。这家店现在在日本的100家名店里面直接冲到了前10名，所以才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而且它还不是米其林，我就更好奇了，来细细看吧。しました。はい、しました。失礼します。はい。人多いね。后边年迈的那位是今天的主厨，旁边这位就是他徒弟，我看他就在旁边疯狂的开生蚝。今天的第一道前菜是3个小菜，看到这个毛豆我还是有点疑惑，这就是普通的毛豆。然后这个小菜我很喜欢，就是腌制的鱼肉上面配了一坨梅子酱。就是梅子味道的腌鱼，特别爽口。接下来的刺身还挺有仪式感，就是师傅切好了之后会一片片放在你面前。第一个是鲷鱼卷的什么什么草，草本味很重，吃起来很清新，翅背就很有嚼劲了。我称它为荤海带，你们懂那个口感吧？脆嫩脆嫩的。然后这个应该是青花鱼，它的做法很不一样，很浓的烟熏味，就像那个干木柴烧起来的味道，搭配着一点小葱，特别香。然后是老朋友茶碗蒸蛋，料都是藏在下面的，是扇贝肉和鸡腿肉，老朋友还是这么好吃。然后接下来上了一份我巨吃不来的菜，生的生蚝，不过还好的是它没有很腥。但我就想问，你们喜欢吃生的生蚝吗？我反正有点吃力，还好，就是生蚝的味道。幸好下一道菜是个熟菜，煮的金目雕和一些蔬菜，看到金目雕像看到了救星。这种小鲜笋也很好吃。吃完这个就正式进入我们的寿司环节了。这种看着自己的寿司一个个做出来的感觉还真不一样。第一个我以为它是某种鲷鱼，然而它并不是，因为这个寿司油巨多，甚至还有点和牛的味道，脂肪好多啊。次个オトロでございます。オトロ就是金枪鱼脸上最肥的那个部位，它真的很肥美，但是一点都不油腻，而且师傅还在上面刷了一层甜酱，所以那个金枪鱼脂肪的味道就变得更加的鲜美了。接下来这个是柠檬章鱼寿司，章鱼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，但把它烤了之后再配上一点柠檬，口感真的提升了很多。然后这个青花鱼还很惊喜，它上面有一层果冻，那个是无花果口味的，又吃到了清奇的搭配。接下来就是海胆寿司了，第一个是蟹肉海胆寿司，长得就非常的好看，感觉蟹肉好多呀。海胆也是刚才才掏出来的，你吃的时候还得用手把它推进去。然后这个是海胆卷，虽然其实并不用一口吃，但我就是想体验一下海胆充满整个口腔的感觉，过瘾。接下来是金枪鱼的秋托罗，没有刚才的オトロ那么肥美，但是口感更好。这个好像是烤某种贝类，吃起来微微泛甜，好吃。最后又给我们上了一份厚蛋烧和一份金枪鱼刺身，哇，这2个吃完就已经饱了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压轴还来了一份烤鲍鱼。甜品的话是抹茶和巧克力大福。这家店我还能说什么？阿迪推荐指数10分，就是不同，卡玩意儿。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？就是越贵的一餐越容易把人吃睡着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餐厅就非常的催眠。催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环境，更多的是服务员每次上菜都会给你讲解半天。我是来吃饭的，哥哥。全菜上完了吗？又到了吃一餐的日子。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したの6です。3人で。这种餐厅一般是先在网上预约好了餐品之后再过来，而且菜基本上没得选。我点的这个是红茶哈，不要误会。第一道菜我们给它取名叫绿色心情好了。这个像抹茶团子一样的东西其实是菠菜泥，非常的无语。一勺菜，我只能说液体蔬菜，快乐崇拜。不过还好这个汤特别的惊艳，它是北海道鹿肉汤，特别的咸的。第2个菜是牛舌，但它的下面铺的是鹅肝酱和山药，而且牛舌用的是靠近喉咙的那部分舌头，就是吃起来不腻，还比较爽口。基本上是生的。这个菜牛逼。然后在上下一道前菜之前，上了2个面包，很硬很干，像我前段时间的脸一样。说回下一道菜，它是一块金目雕，但这个应该不是烤的，也不是煎的，因为它下面的肉还看得到血丝，它能保证下面鲜嫩的同时，表面又是很脆的。上面那层皮就跟 A4 纸一样薄。接下来这个是他们家最招牌的一道前菜，我们就叫它黄色心情好了。上面是鸡蛋泡沫，黄色的是咸奶油，然后里面包的是鹅肝，还加了一点葡萄干在里面，就是整体吃起来像甜品但是又有奶油鹅肝的香味儿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的奇妙。第一次吃这种味道的鹅肝。第一道主菜是这个意面，上面是一些干野菜，虽然说这个是意餐，但这个面怎么看怎么都像蟹挂面，感觉有被糊弄到，很好吃啊。然后第2道主菜是一条鲶鱼，6月份吃鲶鱼是日本的一个习俗吧。鱼的下面是一坨绿色的米饭，虽然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主菜，鱼身非常的软，有一种苦涩的香味儿，味道是高级的。最后的这道主菜就是今天最大的主角，北海道农场的鹿排，因为他家是用香槟酒去了腥味儿，所以他端上来的时候都是一股香槟的味道，特别装逼。3分熟，吃起来的口感跟牛肉差不多，但是味道是那种有点像乌鸡汤的药材味儿，完全没有牛排那种很油腻的味道，有一点点红酒的味道。然后旁边是芦笋土豆泥梅子酱，特别喜欢这道菜。然后第一道甜品是芹菜冰淇淋，我第一次吃这种搭配，不过味道意外的很夏天。最后一道甜品我们就叫它红色心情吧，上面是一层红酒果冻，下面藏了一堆冰淇淋巧克力车厘子，感觉这就比木瓜高级多了。总的来说今天吃了很多菜，虽然有些菜的设计意义不明，但整体还是比较满足。阿吉推荐指数8分，看玩意儿。不是，现在的法餐都这么便宜了吗？而且今天这家店看上去档次也没有很低啊。是不是现在的人都不怎么吃法餐了？感觉今天算是捡到了一个宝，因为主要是看到他们家的鹅肝饭特别的近。这位是我们今天的大厨啊，谢耳朵，叫做おさかなた。3時までなんですけど大丈夫ですか？
啊，大丈夫です。还有1个多小时，感觉这家餐厅生意非常好，因为我们已经预约了餐品，所以就直接上菜吧。第一个小菜是芝士条，可以就着吐司一块吃。然后第一个前菜应该是金枪鱼，就是那种法式酸酸的味道。然后是薯片土豆泥，可能这就是法国的亲子冬吧。三文鱼里面加的是咸芝士，吃一顿法餐可以胖10斤。但这道菜我今天非常推荐，奶油蘑菇汤，虾仁加上纯正浓郁的奶香，可以用脆脆的面包片，也可以用厚实的吐司，反正就是尽可能多的裹上汤汁。那一口下去味道太浓了，里面的小蘑菇直接挖着吃就很爽，我太爱这个味道了。然后第一个主菜是一整只大龙虾，师傅会把龙虾爪单独剔出来，镶在虾头的地方，爪子的肉就特别有嚼劲，烤的焦焦的有一点。龙虾尾里面也灌满了芝士，我这一叉子下去都在爆浆，而且吃这个完全不用剥壳，叉子一挑就能全扯出来，特别过瘾。特别是这种表面焦黄，下面嫩嫩的龙虾尾，感觉这个虾肉都在嘴巴里弹。旁边这个是鸡蛋羹，上面的酱料像是番茄咖喱味儿。下一道主菜是鱼排，上面铺了2片大萝卜，而且下面还是萝卜，我还以为是我火龙果呢。不过这样吃鱼肉还意外的爽口，因为那个萝卜是红酒炖的，花样非常多。然后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主场大明星，他家的鹅肝饭，2块超大的鹅肝配上法国酱油，就这个饭光是鹅肝就很神仙了，而且下面的饭还是芝士加蟹黄酱的味道，好吃。这个有点像咸蛋黄焗饭的那种感觉。鹅肝也是一口咬下去会在嘴巴里爆油的那种，吃完它之后胖多少都无所谓，反正我是觉得值了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还是一道巨硬的菜，这真的硬过头了。鹅肝加牛排加土豆泥，这是什么养猪套餐？感觉他家的鹅肝跟不要钱一样，而且他这种鹅肝是慢慢煎的，就会把里面的油脂都耗出来，所以吃起来只有香醇没有油腻。我感觉血压已经上来了，吃个牛排压压惊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份冰淇淋蛋糕，他家就连甜品都这么扎实。这家店快带你们的男朋友来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太实惠了。卡玩意儿，我觉得今天这家店是真的把我可爱到了，每道菜用的什么食材都还专门写给你看。在日本有很多这种寿喜烧的老店，真的是非常老的那种，藏得很隐秘就不说了，还很不好约，耍什么大牌啊？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，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啊！日本这种贵到死的寿喜烧店都什么样子？予約したの龍です。龍様、はい、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どうぞ中。6度3分で大丈夫。はい、すき焼きは2回ですね。はい、今ご案内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对，进这种店的第一步一般都是脱鞋，然后你们就会发现，把我们带上楼的，带进房间的，再是介绍菜单的，最后是帮我们烤肉的，是4个不同的姐姐，感觉莫名的高端。点菜的流程非常复杂，但总结下来其实就是超贵跟巨贵2个选项。刚才的前菜还好，这家店的前菜只有1道，这道菜就叫水无月，这其实里面每一小坨都还挺精致的。这个是鸡蛋红豆糕，吃起来像那种微微泛甜的鸡蛋布丁，我喜欢。然后是一块不知道涂了什么酱的烤鱼，上面是芹菜的碎末，非常清奇的搭配。然后是一小颗牛肉，他们专门在牛肉的外面涂了一层牛肉末。接着是一些6月限定的蔬菜，然后上了2盘巨可爱的刺身拼盘，这颜值比味道还要好。鲷鱼、金枪鱼跟乌贼蘸酱油就可以吃了，但海胆还是要好好品味的。拼盘最上面是一坨和牛寿司，肉只有外面的一圈是熟的，吃起来巨嫩，特别美妙。然后是一份类似茄子煲的东西，它这个味道真的是巨奶，就像加了奶油一样。里面的鱼肉还特别下饭。真好吃。烤的2条鲶鱼就还一般，不过刺儿都是挑走了的。然后又是一份特别可爱的菜，烤和牛，看看这个肉质，软的像夹了一坨雪花，一次吃2坨。巨软，不知为什么又想听莫文蔚的歌了。然后看到阿姨悄悄的把锅端了进来，我就知道我们要到最后的主菜了，一份寿喜烧，一份小火锅，这个也是阿姨全程帮我们弄，我们就不糟蹋了。吃之前还要介绍一下各个蔬菜的产地，然后2个套餐里面总共有6片和牛，其实已经很多了哈。然后都是6种不同的吃法，特有仪式感。第一片是蘸着生鸡蛋液吃，哇，这个生鸡蛋液可以把和牛脂肪的那个甘甜给衬托出来。然后是柠檬秋葵味儿，又是奇怪的组合呢。火锅涮的就完全不同，缠绕着这种蔬菜的清香。然后这种高级餐厅的甜品你们都懂的，肯定会是什么昂贵的水果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今天这个街直接把我逛成穷包，我就告诉你们，在日本逛动漫街是没有不花钱的，这简直不要太好买。好了，再来我垃圾，买。我最近好像吃的太多了一点。就是我在想一个事儿，就是我们看过的最老的动画是什么？我印象中好像是龙珠，又好像是福星小子，好像火影也挺早的。但其实你会发现，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些作品大部分都是 Jump 的，就非常热血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逛一下街吧。东京的动漫街呢，主要有3条。秋叶原这条街就是什么东西都有，其次是中野百老汇，里面主要是卖一些老 IP 的周边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池袋，这个地方主要是贵。但我们今天还是主要看一下 Jump 的东西吧，毕竟你要知道，最火的鬼灭之刃和咒术回战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门口了，哇，这里真的超酷！一进门就是家教和银魂的等身雕像。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刷卡吧。这个东西也很厉害，它是漫画原稿的复刻，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场面，而且这个纸都是跟原稿的纸是一样的，哇，特别的精致。还有约定的梦幻岛，我特别喜欢这个。这还能不买吗？这个难道就是海贼王最新的盲盒吗？咒术的小盲盒也好可爱。セイントセイヤの手名啊，就是基本上江浦历史上的作品，在这儿都能很轻松的找到。看到的《圣斗士星矢》是不是有很怀念的感觉？日语读作 Saint Seiya， 我一直觉得这个发音好性感。你们还记得星矢、子龙、冰河这几个角色吗？小时候就觉得黄金12宫真的
的帅爆了。我最后在店里反正是买了一个牧羊座的手办，就是有点贵。逛完了这个，旁边还有一个任天堂专卖店，感觉今天的钱包君要下线了。这个超级玛丽的杯子我肯定要了。动物之森这个衬衣好像可以拥有，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？那个死神的粉丝就不用问了哈，他已经销声匿迹了。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种快乐的逛街视频。今天就这样吧，我反正很快乐。阿奇推荐指数8分，买就完了，卡玩意儿。